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老师。终于看到群海公司，也就是张妈妈的回应了啊！你们准备了3天，我用最短的时间就已经准备好了，变成最后我只占 25% 了。现在要被您说成只是借名登记为股东的员工。股东比例我只有 25%， 你想怎么进行，还不是您一句话而已嘛？现在才发声明说要归还。那我想询问，商标权利现在要归属谁？是归给群海公司吗？那还给群海公司，不是也是你们全家吗？第二，那我想再请问张妈妈，当初您究竟是什么理由把商标登记给曾淑慧呢？关于这个，您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啊，并且是我和张嘉宁得奖，为何是您顺理成章变成公务车？最后，所有网友针对张家人的回复声明，我都看到了，并且 ChatGPT 所解释的也是对的。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剪片，谢谢。上一期视频我们分析了安迪老师在血泪控诉前女友一家的时候，现场非常真实的微表情。这之后呢，很可惜嘉玲一家他们并没有通过视频来回应，而是发了一篇书面的声明。然后呢，安迪老师的反应非常快，已经再一次发表了视频来逐条驳斥前女友一家发的这个书面声明。对于安迪老师在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最新的状态，您感觉怎么样呢？是不是觉得一个重新充满了电、元气满满、干劲十足、准备战斗、准备迎接挑战的年轻人他又回来了呢？按理说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其实也就在短短的几天里，安迪老师他收获了网友们潮水般的支持，新频道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超越了200万粉丝，而那条控诉前女友一家的视频也马上超过1000万播放。仅仅这一条视频粗略估算一下，就能给安迪老师带来$13,000的收入。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眼看着我们的安迪老师他就能够扭转厄运，一飞冲天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安迪老师的微表情的话，您按一下这个按键，暂停3秒钟，您猜一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按道理来说，安迪老师这个时候的表情呢，应该是充满了比较多开心的绿色的情绪才对。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实际的情况。我是林老师，终于看到群海公司，也就是张妈妈的回应了啊！你们准备了3天，我用最短的时间就已经准备好了，变成最后我只占 25% 了。现在要被您说成只是借名登记为股东的员工。股东比例我只有 25%， 你想怎么进行，还不是您一句话而已嘛？现在才发声明说要归还。那我想询问，商标权利现在要归属谁？是归给群海公司吗？那还给群海公司，不是也是你们全家吗？第二，那我想再请问张妈妈，当初您究竟是什么理由把商标登记给曾淑慧呢？关于这个，您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啊，并且是我和张嘉宁得奖，为何是您顺理成章变成公务车？最后，所有网友针对张家人的回复声明，我都看到了，并且 ChatGPT 所解释的也是对的。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剪片，谢谢。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个情绪曲线图的时候，第一时间是愣住了。如果是我能一夜之间拥有100万粉丝，估计会乐开花，笑死掉算了。但人家安迪老师作为100万网红，他是见过世面的，所以原本我猜测呢，他的情绪或许不会立刻马上从之前的愤怒悲伤的这种情绪当中走出来，可能他的情绪曲线图应该是紫色的这个曲线当中见到相对更加多的绿色。然后我猜测安迪老师他的心情会逐渐由这种郁闷跟这种压抑趋向开朗跟明媚，但是我完全没有预期会在这个情绪曲线图当中见到如此多的浅蓝色的曲线。其实这个代表的是害怕和担心。下面这个曲线图其实看得更明白，开心的绿色很少很少，
情绪圆环显示的只有不开心，而饼图跟柱状图显示的是害怕的蓝色占比达到了 57%， 绝对的主导情绪，其次是 14% 的愤怒和 10% 的悲伤。安迪老师在几天前发这个控诉声明的视频的时候，他的微表情其实显示的是悲伤和愤怒的情绪主导的。提出公司财务清算了没？我还不断说服我的家人要信任你们一家人。我还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家人大吵一架，气到我妈破口大骂说我是不孝的。我无缘的岳母啊，在社会上以和为贵是你告诉我的，但是非对错你总要分清楚吧，要对你们一家人充满感谢。我没办法跟大家说很精确的数字，毕竟我连公司实际财务报表我都没看过，但是我能说的是，一个100万 YouTuber 一年平均赚到8位数也算合理吧，但总不可能一个月只发我5万多的薪水和微薄的年终奖金就想打发我吧。现在被你们全家一脚踢开，没有了钱，也没有经营10年的频道，商标也老早被注册走了，我现在只想争取我辛苦赚来的钱就好，因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失去我对人性的信赖。而2个月以前，在分手以后，安迪老师独自去香港旅行的时候，他的心情的确是不太好。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的时候心情是有点点郁闷，然后有点点恼火，所以我们看到愤怒的红色是占据了主导，但是面对镜头他还是很努力的让自己开心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视频的后半部分能有非常明显的向上昂扬的这个绿色的曲线。我们可以看看他在飞机舱内的自拍视频。零星的想那啦，对吧？这次为什么选香港做旅行呢？也是因为过往出国次数最频繁的地方就是香港，然后我就直觉性的就临时选了香港的机票，然后就过来。以前出国都不是一个人嘛，然后这一次是一个人啊，心情蛮特别的，不知道怎么讲，就无聊还是孤单，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到时候看发生什么事吧。对啊，希望这一次的旅途都可以不要那么多 trouble， 一切顺利。我这一趟不是疗愈之旅吗？怎么变出歹疾之旅？对吧？这样不对吧？所以这短短几天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大家给他的一边倒的这个支持并没有让安迪老师开心起来呢？我并不是他的粉丝，也没有一直在追踪他，所以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那我相信唯一的猜测，或许与他之前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面发布的那一个让很多人担心的珍惜生命的声明有关系。因为这份声明的措辞非常的特殊尤其是这样的一些句子，比如说若未来发生任何意外，皆与本人意愿无关，这样的表述，以及特别提及包括我的家人，所有这些都强烈暗示安迪老师可能感受到了某种威胁或者压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声明发布的时间点其实是在他公开指控前女友嘉玲一家人的第2天，或者准确一点讲，可能是相隔了大概10个小时。那这个时间点不得不让人产生不那么好的联想。如果我们结合安迪老师情绪曲线图当中出现的几个蓝色情绪高峰来判断的话，就会发现每一次表示担心害怕的情绪高峰的出现都与公司股权纠纷或者财产的争议有关。那安迪老师指控嘉玲一家侵占频道的收益及商标，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律的程序。一旦败诉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面临名誉和经济的双重损失。那所以虽然现在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和关注，但如果他输了这个官司，现在的情势很有可能发生逆转，或许这个才是他真正担心的他的梦魇。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我比较肯定的是，
我们今天从安迪老师真实的微表情分析结果当中，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他是真的忧心忡忡，很担心，甚至可能害怕。所以安迪老师他绝非故意发这种声明来吸引大家的注意，或者扰乱视听，或者想要给他的新频道导流。关心安迪老师的朋友，其实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其他人，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看看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与此同时呢，也请记得订阅艾生的频道，后续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跟进事态的进展。这里是艾生的频道，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